我本是江州首富之女宋之月，上一世幼弟宋之初被人牙子盯上，我一人抱着人牙子跳下悬崖，大难不死，我反倒成了牙行的低等丫鬟。10年后，我千辛万苦终于寻回江府，却发现江家早领回一孤女，代替我享受了10几年的荣华富贵。亲弟宋之初总是满脸鄙夷地看向我，我的姐姐只会是宋九龄，永远都不可能是你。撞破两人奸情后，我被两人死死勒住脖子，含恨而死。在睁眼时，我回到了跳悬崖那天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快拦住那个臭小子，千万别让他跑了！焦急的呼喊从我耳边掠过。再次睁开眼时，眼前的场景吓了我一跳。一个凶猛大汉正追着缩小版的宋之初，他边跑边躲。姐姐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来救我！听到这桀骜不驯的语气，我突然意识到我重生了。上一世，看到宋之初即将被人抓走，我顾不得害怕，驾着马拼命冲向人牙子。那人被迫放开了宋之初，我抱着人牙子坠落悬崖，而宋之初却丝毫不顾我的安全，只顾着离去。那凶猛大汉转头看向我，我毫不犹豫转身而去。狂奔的马蹄声和我肆意的大笑传到宋之初耳边。我的好弟弟，山水有相逢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就这样，我的幼弟被拐走了。属于我的人生，这辈子终于没有因他而夺去。这辈子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只为复仇。回到府中，我告诉爹娘宋之初被拐走的消息。最开始，他们不敢置信。我娘每天在大门口徘徊，期盼着有朝一日宋之初会出现在她面前。我爹更是到处打听，四处奔走，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儿子。整整2年过去了，宋之初依然毫无音信。我依稀记起上一世，我在悬崖底被人牙子救起，醒来后被带进牙行，因不服管教，无人愿意买我。我在里面做了整整10年的低等丫鬟，平日里每天一小打，3天一大打。牙行里面层层把控，年幼的孩子根本逃不出去。宋之初即便重生了，现在也才是个8岁的小屁孩，绝无逃生机会。整整2年，我在爹娘面前哭闹，说自己好想念和弟弟在一起玩闹的日子，好想有人能够陪我玩。一开始，爹爹总会面露不忍，娘亲则是泪流满面。念叨的时间长了，爹娘真的开始考虑我的想法。临近9月，爹爹再一次无功而返，他终于升起放弃的念头，拉着我商议：之月，你不是很想弟弟吗？爹带你去买一个男孩给你做弟弟好不好？此时的我也不过9岁，睁大眼睛小心翼翼问：我不想要弟弟了，我可以要一个哥哥吗？爹娘面露犹豫，我知道他们心里开始动摇了。前世他们丢了我这个女儿时，起初也是悲痛欲绝的。为了抒发自己的爱女之情，便去牙行买了个女孩做女儿，将原本属于我的一切统统给了养女。亲生女儿在牙行卑躬屈膝，他们却在牙行买了个女儿做千金小姐。即便后来我奔赴全力回了家，他们依然是养女如亲女，视我如无物。我看着娘犹豫的脸色，开始大哭起来。上次之月没有保护好弟弟，很是自责。若是这次要一个弟弟，他再被拐跑了怎么办？爹爹，娘亲，你们就答应女儿吧。之月只想要一个哥哥，以后等哥哥长大了，他一定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护好之月的。爹娘耐不住我的撒娇，同意了我的要求。我算算日子，也确实该接回陆念白了。陆念白是我前世的恩人，他是牙行里对我最好的人。在我因犯错被罚跪时，他总会趁着夜晚悄无声息地塞给我饭食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早已被黑心人搓磨致死。爹娘带着我去了很多牙行，我找了许多小男孩，始终没有遇到陆念白。牙行老板极力推荐合适的男孩，我摇摇头，想拉着爹娘离开。一个面黄肌瘦、衣裳破烂不堪的小女孩冲了出来，她直接抱住我爹娘的腿，满脸泪水。爹爹，娘亲，女儿好想你们，你们总算找到女儿了。牙行老板拿出鞭子，狠狠抽在她身上。是不是不要命了？敢冲撞贵客！她痛得原地打滚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我走近几步一看，竟然是前世代替我身份的宋九龄。牙行的老板看到爹娘并无反感的表情，便极力推荐。
既然看了这么久都没有合适的男孩，宋老爷和宋夫人不如先收养个女孩吧，等日后再有合适的男孩再相看也不急。爹娘明显动心了，就连宋九龄也面露期待。可惜了，这一世被拐走的是宋之初，作为爹娘唯一的亲生孩子，他能不能进宋府的大门，决定权在我手里。我不同意，爹爹，娘亲，知月只想要一个哥哥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宋九龄回过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怎么会在这？我几乎要笑出声了。原来他也重生了。我正愁这辈子不知道该去哪找他，就自己送上门来。宋九龄皱起眉，方才天真惹人怜爱的模样消失不见。爹娘，宋之月为什么会在这？我不喜欢他，等我们回府，爹爹和娘亲把他赶到庄子上去吧。前世不同今生，宋九龄还当自己是江府的千金大小姐呢。可惜了，这一世被拐走的人是他的好弟弟啊。果然，爹娘闻言紧皱眉头。娘亲沉起脸望向牙行老板，这女孩说话怎如此没有分寸，还没进府便想把我们的知月赶出去，真是不知所谓。牙行老板闻言有些尴尬，讪笑道：实在抱歉，宋老爷，这女孩是刚被他爹娘卖进来的，可能受了刺激，脑子有些糊涂。宋九龄听到此话，小脸煞白。他见宋之初迟迟没有出现，似乎是意识到不对，马上下跪行礼。对不起，宋老爷，宋夫人，我一看到宋夫人便觉得异常亲切，就像娘亲一样，一时激动便说错话了。见宋九龄态度端正，爹娘又与他说了几句话，皆是对答如流。看爹娘满意的神情，宋九龄对我的眼神里满是挑衅。知月，你不是一直想有人陪着你吗？爹娘把她买回家送给你做姐妹好不好？不想，知月只要哥哥，不要姐妹。爹娘见我始终不松口，只能遗憾作罢，打道回府。宋九龄惊恐万分，歇斯底里的疯狂挣扎，他死死抱住我娘的腿。不行，爹娘你们不能不要我，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你们，你们不能抛下我。还有弟弟，他为什么没来？要是弟弟在，他一定不会不要我的。我娘被吓了一跳，忙不迭地推开他。你这孩子怎么如此不知礼数，还不快放开？我幸灾乐祸，爹爹娘亲，你们说他是怎么知道我还有个弟弟的？他刚才还想把我赶到庄子上呢。爹娘已经完全变了脸色。牙行老板也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，表情难看极了，赶紧吩咐人把宋九龄带下去，好好教教规矩。宋九龄疯狂挣扎，大喊：你们放开我，爹娘，我不要和他们走，上一世你们就是在这接走我的，你们快带我回家啊！听闻他的话，爹娘走得更加快了，活像有狗在追一样。上一世宋九龄还是爹娘的宝贝女儿，这一世却成了弃如敝屣的存在。这么伟大的父爱母爱，便是我送给宋九龄的第一份礼物。经过半年的细心寻找，我终于找到了陆念白。在浴时，他头发脏乱，满身污垢，身上的衣服破败成条，一看便知过得不好。唯有那狼崽般的眼神，透露着倔强和倨傲。我眼眶泛红。上一世，每当牙行的人欺负我时，都是他帮我挡回去的。哪怕每次事后总是被人吊在树上抽打教训，被人罚关小黑屋，他也会漫不经心地安慰我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受点伤算什么？哥哥我一诺千金，说过会护着你，就一辈子都护着你。我走到陆念白身边，握着他的手。你愿意做我的哥哥吗？我想和你生活在一起。陆念白沉默着不说话，一双眸子却如星辰般灿烂。我带着陆念白回了陆家。我坚持让他做哥哥，爹娘也拗不过我。爹爹很快发现宋念白在经商方面的天赋，仅仅带他走商3次，便能渐渐上手。每月各地管家会账时，他的算账能力尤为突出，甚至能提出得天独厚的建议。宋家的商业版图因为宋念白逐渐开始壮大。爹娘对宋念白的态度越来越满意，他们开始全力培养宋念白，带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商会，让宋念白与同一圈子的官商之子交友。宋念白长相俊逸，才情出众，个性虽清高了些，但并不过分孤傲。他在官商名流中逐步凸显，不少大家小姐倾心于他，甚至有人想与父亲交互更帖，结为两性之好。父亲虽心中欢喜，
却想趁着家业鼎盛，为宋念白娶个能助他成事的女子。江州女子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，便婉拒了。自那之后，爹娘对宋念白更加用心，平日里的吃穿用度与嫡子无异。我和宋念白感情也越发浓厚。没几年，陆家生意越发壮大，陆家顺势而为，搬入京城。再见了，宋九龄、宋之初，希望我们10年之后还能重逢。在这漫长艰辛且痛苦的10年，不管日子有多难熬，你们可都要撑下去啊！要像蝼蚁一般卑微、可怜、贫穷，毫无自尊才好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的。10年后，父亲和宋念白刚走商回来。这次走商与以往不同，作为父亲对宋念白成为宋家家主的考核，毫无疑问，他完成得很出色。我特地做了宋念白最爱吃的桂花糕，以庆祝他真正成了宋家掌权人。全家举杯欢庆时，管家王叔匆匆往正厅跑。何事如此惊慌？父亲皱眉问道。不好了，老爷夫人，外面来了2个人，说是老爷夫人的儿子。时隔10年，我终于见到了宋之初和宋九龄。宋之初看起来很不好，衣衫褴褛又身形消瘦，脸上皮肤黝黑，双手更是覆满老茧。这样的模样，府上的马夫都要比他俊俏3分。宋九龄更是瘦得过分，凹陷的脸颊显得眼球突出。2人互相搀扶着，连月的长途跋涉使2人身上散发着难以言喻的臭味。见到爹娘的第一刻，宋之初浑身颤抖，眼眶泛红地盯着父亲母亲，嘴唇无意识地颤抖着。爹娘，我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宋九龄神情一时激动，之初他们肯定就是爹娘，我不会认错的。母亲望着宋之初出神，你是初儿？是我，娘，我是初儿，呜呜呜。宋之初抱紧母亲双腿，呜咽地说不出话。母亲紧抱宋之初，泪如雨下，就连父亲也忍不住老泪纵横。一时间，宋家哀嚎一片。我真想配合他们的舐犊情深，可惜不孝出生已经是我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了。上一世，我刚被领回宋家那天，宋之初听闻消息，急忙从书院赶回来。他神情桀骜，语气冷淡，居高临下地俯视我，好似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，一进门就指着我鼻子骂：娘，你们确定没认错？他真是宋之月。即便爹娘再三告知他我的确是他姐姐，他眼里的漠然与嫌弃依然十分明显。身穿锦衣华服，头戴小巧金簪的宋九龄好奇地打量着我。弟弟，她真的是你姐姐？眼见宋九龄面露委屈，宋之初当即推倒我，温柔看着宋九龄：别担心，我的姐姐永远只有你一个，宋家大小姐也永远只会是你。我像个局外人般局促不安地看着他们姐弟嬉笑打闹。明明是亲姐弟，那一刻我却觉得自己卑微如蝼蚁。想起上一世狂傲不羁的宋之初，在对比下眼前这个毫不起眼的男人，想来是这10年过得太苦。他又黑又瘦，背脊微微佝偻着，双手局促不安地捏着衣角，毫无半分世家公子的气质。他甚至比上一世矮了不少，还没我高。他再也无法对我居高临下了。宋之初发泄完，终于注意到了我，向我走来时，目光中带着明晃晃的打量。你就是之月吧？我是你哥哥宋之初。我知道。好久不见了，哥哥。似是这声哥哥的缘故，我承认了他的身份。宋之初嘴角终于露出一丝满意的弧度。他拉着宋九龄向众人介绍：爹娘，这是我在认亲路上认的干姐姐宋九龄，以后她就是宋家2小姐了。爹娘眉头微蹙，但终究没说什么反对的话。宋九龄没有了金钱的滋润，再也没有了上一世的雍容华贵。她发尾枯黄，皮肤粗糙，一看就是长期缺乏营养，身形消瘦如柴。身上的衣服虽然没有布丁，但却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麻布，整个人透露着一股廉价味。就连府上的末等婢女也比她多出几分气质。宋九龄看着我的目光透露着阴狠，她恨极了我。她似乎早已忘记前世是她占有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，在我回宋府后更是多次陷害我，为赶走我，不惜与宋之初厮混在一处。她将宋之初牢牢把控在手心，
我在宋府的日子甚至不如一个下人，最后因撞破两人奸情，被他二人活活勒死。我恨啊！如果可以，我恨不得啖其肉，饮其血。爹娘显然没认出来，宋九宁就是当初牙行里的小女孩。爹娘向宋九宁表示感谢，并客气地表示可以住在宋府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说。宋之初没有眼力见地要求爹娘认宋九宁做干女儿。爹娘面露尴尬，沉默不语。爹娘，你们也累了，此事还是回府再说吧。宋念白道。爹娘，他是谁啊？宋之初面露疑惑。我揽着宋念白的胳膊，骄傲地表示，这是爹娘为我找的哥哥，弟弟，你应该叫他大哥。宋之初不敢相信，爹娘却欣慰地点了点头，继而道，这的确是你大哥，我们宋家自有了你大哥后，生意越做越大，能搬到京城来，也是多亏了你大哥的缘故。初儿，你可要多向你大哥学习，咱们宋家能有今天，他功不可没。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宋之初的脸，一点点地变得煞白，似是不敢置信爹娘就这样抛弃了他。宋九宁却直勾勾地盯着宋之初，默不作声。回到正厅里，气氛有些静寂。宋之初娓娓道来他这10年是怎么过的。原来宋之初当初被拐走后，被卖到一户多年没有孩子的农家。原本那户人家对宋之初也是十分疼爱的，日子虽清贫，宋之初却也没吃过什么苦。可就在半年后，宋之初的养母怀孕了，那家人欣喜至极，对宋之初的关注便渐渐少了。生下儿子后，便越发苛待宋之初，他们觉得白花了那么多银两，若不是宋之初，那些银钱本可以花在自家儿子上。宋之初与其说是养子，不如说是那家的奴隶。母亲听了掩面痛哭，父亲一时不好受。就在这时，府上来客，是哥哥的同窗。他们打量着宋之初与宋九宁，目光满是好奇。望着二人打量的目光，父亲局促地站起身，干巴巴地解释两人是远房亲戚的孩子，家逢变故特来投奔。母亲也是一脸尴尬，似是不知道该作何回答。她下意识地看向父亲，点了点头。我侧头望去，宋之初的指尖几乎紧攥到泛白。哥哥同二人走后，气氛着实有些死寂。父亲终是叹了口气，拍了拍宋之初的肩头，有些愧疚地解释，初儿，马上就要会试了，咱们宋家听你大哥的建议，准备一场宴会，以支持那些穷苦出身的读书人。此事若是办成了，我们宋家或许会名扬整个京城。现在京城都知道我把你大哥当作接班人培养，你又是我亲生，若是让外人知道，只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只能委屈你一段时间了。母亲在一旁不住地附和，爹娘都喜欢光鲜亮丽，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和面子的子女。哥哥能让爹娘引以为傲，是他们未来养老的支柱，他们自然偏向哥哥。宋之初除了给爹娘带来尴尬、局促和鄙夷，又能带来什么呢？宋之初紧攥的拳头逐渐松开，面庞竭力变得平静，可我却清楚看见他眼里汹涌的恨意。爹娘看着宋之初逐渐变得平静，心里松了口气，他们可真天真啊。对宋之初来说，他被抛弃了整整10年，爹娘将本应该给他的东西统统都给了哥哥宋念白。在宋之初眼里，哥哥是掠夺者，爹娘是和我是背叛者，他怎么可能会原谅？我的好哥哥，你总算体会到了我的感受，那种不被人承认，受尽委屈却又必须装作大度的感觉。明明是一家人，却偏偏不被人承认，被排挤在外，还不得不堆起笑容，小心度日，生怕哪天因为自己的不得体被赶出去，又要重回地狱。第二天一早，爹娘决定去迎宾楼租个包间摆场宴席，庆祝宋之初回家。席上宋之初和宋九宁吃得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。那喝汤时发出的刺溜声和握着羊腿的油腻腻的双手，让爹娘的眉头紧皱，脸上带着肉眼可见的嫌弃。小弟，你吃慢点，没人和你抢。宋念白温声说道。宋之初表情不耐，知道这是嫌弃他仪态不好，嘴里带着肉沫狂喷。你当然可以吃慢点了，毕竟这10年吃苦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若是你我异地而处，你也未必做得比我好。何况这是我爹娘专门给我摆的宴席，我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你有什么资格管？母亲听了呵斥，之初，
你怎么回事？你大哥是好心提醒，你怎可如此和他说话？当真是毫无规矩可言。宋之初眼圈突地红了，他猛然一拍桌子，站起身。你知道这些年我过得有多惨吗？你只知道斥责我，从我回来到现在，你关心过我吗？我当初被拐卖时你在哪？我被人牙子打得半死的时候你在哪？我被养爹娘虐待，不给饭吃还要不停做活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说到最后，宋之初的情绪再也绷不住，掩面哭泣。我看笑话般看着他，爹娘看着宋之初的作态，眉头皱得更深，连连叹气，似是不想承认自己有个如此丢人的儿子。宋念白看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火，急忙借口有事离开了。他一走，宋之初倒是冷静了下来。爹娘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承认我的身份？你们总不能让一个养子继承家产吧？从前我还没回来也就罢了，如今你们的亲儿子回来了，是时候打发他走了。爹娘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异口同声道：不可能，念白是我儿子，我怎么可能赶他走？宋之初脸上带着讽刺，明明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凭什么要看他的脸色过活？这10年来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如今我既然回来了，凭什么还要看一个养子的脸色？父亲面带严肃，正色道：初儿，爹知道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，爹会补偿你的。但念白他是无辜的，你的遭遇并不是因为念白造成的，怎么能把怨气撒在他身上？母亲附和道：你爹说的对，初儿，你是我的儿子，可你大哥也是我的儿子。这些年委屈你的我会慢慢补偿给你，但娘不可能让你大哥离开陆府的。宋之初歇斯底里：补偿？你想怎么补偿？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，你们别忘了，你们的一切本就是属于我的。我静静地看着宋之初发疯。上一世爹娘让我和宋九宁好好相处的时候，宋之初还满脸鄙夷。宋之月，看你这副上不得台面的样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姐姐做姐妹？最后他掐着我脖子时，阴鸷的语气在我耳边回荡：要怪就怪你倒霉，谁让你当年多管闲事，非要救我呢？原来他都知道，他记得我是为了救他才被拐走的。宋之初，你现在这副样子怪不了旁人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那天不欢而散后，宋之初明显是对宋家人有了怨气，他开始各种针对哥哥宋念白，企图用自己的方式让爹娘妥协。至于宋九宁，或许是富贵迷人眼，也或许是总算重温了当年富家小姐的生活，他开始颐指气使地随意指挥奴仆，再没有了半分的往日拘谨，言语间显然将自己当做上一世的宋家小姐。不少奴仆带着怨气向我抱怨，都被我私下一一安抚。所谓登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两人如此作态，正是我求之不得。我都等了足足10年，也不差这一时半会的，暂且让他嚣张一阵子。就这么过了几天，父亲终于主动找宋之初谈话，言语间表示想让宋之初去学堂。我为什么要去学堂？家里不是有管家吗？将来生意都交给他们打理就是了，我不需要去学堂。爹要是累了，不想再管事，直接将家业交给我就是了。父亲张了张嘴，久久无言。我在一旁看好戏，小弟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刚回来那天，大哥已经通过爹爹对大哥的考验，正式成为宋家家主。似是一声惊雷，宋之初愤然起身，拍案怒吼：凭什么？我才是爹娘唯一的亲生儿子，宋家家业应该给我才对。我在一旁煽风点火：大哥才是宋家家主，这是爹爹钦定的。陆家是我的，这是你们所有人欠我的。爹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放着亲生儿子你不巴结，反而偏心一个外人。父亲气得浑身直哆嗦：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，你让我怎么把家业交给你？想做宋家家主，你还没那个本事。那又怎么样？我才是你儿子，现在嫌我不识字了，谁让你把我弄丢的？要不是你和娘，我能吃那么多苦吗？宋之初语气里带着满满的怨毒。父亲气得浑身颤抖，啪的一声，当众给了宋之初一巴掌，愤然离开。似是看清了宋之初在宋家的地位，宋九宁又开始不断的小动作。他开始刻意讨好大哥，经常做些点心去书房送给大哥，或是制造一些小麻烦向大哥求助。鉴于我的提醒，
大哥没有和他走太近。宋九龄却像是完全察觉不到般，成天跟在大哥身后，像个小丑般越挫越勇。别说，我都有些敬佩他了。这天，我去书房给大哥送些点心，刚走到门口，便见到宋九龄衣衫不整地走出来，他媚眼如丝，眼中风波流转，一副被滋润过的模样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推开门赶忙进去。大哥早已不省人事，异常安静。我上前查看，还好，衣衫虽有些乱，但还算完整。宋九龄像个胜利者般得意洋洋，摸了摸头上的发髻。宋之岳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和宋之初商量好了，他可以不和你大哥争家主之位，但你大哥必须娶我，让我做名正言顺的宋府女主人。再斗下去，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，我们就此停战，怎么样？宋之初也随之进入，点头附和，好似他主动退一步，给了我多大的脸面一样。看来到现在，两人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。我嗤笑，然后呢？嫁给我大哥之后，等着你们的尖生子做宋府大少爷吗？宋之初的脸色难堪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拿九龄当姐姐？别装了，从你二人进府开始，我便派人一直监视你们。你二人自进府没多久，便开始无媒苟合。宋九龄前段时间偷偷看了大夫，若是再不给孩子找个便宜爹，只怕这肚子便瞒不住了吧。宋九龄脸色煞白，知道此路行不通，不让我做宋府女主人也行，那就给我一笔钱，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再纠缠你们。宋之初没有作声，算是默认。你想要多少钱？10万两。呵，你们俩胃口还挺大，10万两，凭你们也配？宋九龄，宋之初，别说10万两，我一个铜板也不会给你们。你以为你还是之前的宋家大小姐呢？宋之初没明白我在说什么，宋九龄却突然疯了般攥着我的手，死死盯着我。宋之岳，你也重生了对不对？那天在牙行，你是故意不让爹娘收养我的是不是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回应。他倏然抬头，眼里是滔天般的恨意。何止呢？宋之岳，你害我过得那么惨，你以为我会轻易放过你？我知道你后来被卖入青楼，做最低等的奴仆，整整7年，还知道你为了逃出青楼，委身一个年纪能做你爷爷的老头。这几年为了找宋之初，好重回宋府，没少吃苦吧？实话告诉你，当初是我建议父亲举家搬入京城的，我就是要切断你和宋家的联系。宋之岳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这么对我，你不得好死！宋九龄瞬间破防，一个巴掌朝我扇过来。我死死抓着他的手腕，宋九龄，你活该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我连宋之初都不会放过，更何况是你。宋之初面色凝重地看过来，宋之岳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。拥有上一世记忆的宋九龄早已反应过来，你是故意让宋之初被拐卖的。我冷淡回应，只是顺势而为罢了。宋之岳，你为何不救我？你知不知道因为你，我吃了多少苦？宋之初朝我扑过来，双手用力掐着我的脖子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都怪你，你这个贱人，看来我当年没听错，你果然是故意的。我抄起书案上的砚台，狠狠朝他砸过去。宋之初额头开始刺痛冒血，他趴在地上，像狗一样狼狈。宋之初啊，宋之初，你也有今天。看到你如今的样子，我不知道有多开心。你知道每次听到你悲惨的过去，我有多想笑吗？还有你，宋九龄，你谋划了这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带着宋之初回到宋家，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你很失望吧？宋九龄狠厉一笑，我为什么要失望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就到处宣扬我怀了你哥哥的孩子，到时宋大少爷名誉扫地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宋家在京城如何立足。是吗？你以为你还是宋家大小姐吗？在爹娘眼里，你就是个无关紧要之人，想威胁我们，你还没那个资格。我懒得再和他们扯皮，将事情告诉了爹娘。母亲第一时间冲到大哥旁边，看到他毫无反应，气得冲过去狠狠给了宋九龄一巴掌。宋九龄不可置信，娘，你竟然打我！你这个上不得台面的贱人，你竟敢算计我儿子，威胁我们宋家，还休想做我宋府女主人。我呸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
宋九龄面色崩溃，娘，我是你女儿啊，你之前那么疼爱我，你都忘了吗？我才没有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儿，我女儿是知月。宋之初拽着母亲的衣角，哭泣道，那我呢？娘，我总是你儿子吧，我被宋之月这个贱人害成这样，你也不管吗？母亲着实气狠了，怒道，你还有脸说，亏你还是我儿子，你竟然和宋九龄一起威胁我们宋家，我没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儿子。见到爹娘的横眉冷对，宋之初死心了，他眼神发狠，既然你们无情，休怪我无义，我实话告诉你们，要是不给我10万两，我就毁了宋念白的名声，毁了宋家。你们要么让我做宋家继承人，要么给我10万两，自己看着办吧。爹娘被气得浑身哆嗦。大哥此时醒了过来，听完经过，紧皱眉头思索半天，试探说道，爹娘，不如把小弟送到郊外庄子里，等他醒悟了再放出来。至于这个宋九龄，就以偷窃府上财物名义送入官府，好好醒醒他的脑子。爹娘完全没有意见，全权交给大哥处理。宋之初和宋九龄被五花大绑捆着，正如我所言，爹娘已对宋之初失望至极，甚至不愿再多看他一眼。明知他要离开，也没打算送他。等等，大哥，不如送他们去城郊西处的庄子吧，那里更适合。大哥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我淡然回视。他长叹一口气，终是妥协了。罢了，你想要什么，哥哥都会给你。我满意一笑，多年夙愿终于要实现了，这让我忍不住有一些雀跃。宋之初和宋九龄的马夫带回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就在出城门没多久，路经一条狭窄的小路，不知为何马儿突然受惊，开始拼命狂奔。车夫好不容易控制住马儿，可宋九龄和宋之初被惯性带动，掉入悬崖，生死不明。母亲听闻噩耗，骤然晕过去。再怎么说，宋之初也是他亲生的儿子，他没想过刚找回来的儿子会这么快离开他。我和大哥急忙赶过去，等我们赶到时，宋九龄已经去世。宋之初伤得也不轻，摔落悬崖时虽有宋九龄给他做肉垫，但有根树枝直接贯穿了他俩。听闻宋之初是眼睁睁看着宋九龄在他身下断气的，这倒是让我感到意外，这么高的悬崖都没摔死他。大夫说让做好心理准备，只怕宋之初活不了多久了。这让我松了一口气，死了好啊，省得还要浪费我一碗毒药。没多久，宋之初醒了，他坚持要见爹娘。开什么玩笑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见？有什么话和我说也一样。他强撑的脸色瞬间虚弱下来。宋之月，你大仇得报，是不是很得意？我有些讶异，仔细看了看他，发现他的眼神变得比以往不同。你重生了？我和宋九龄掉落悬崖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这冷淡又桀骜的语气，说我熟悉的宋之初没错了。我大方承认，对啊，我上一世吃了这么多苦，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？宋之初恨恨地盯着我，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对我，我们好歹是姐弟，而且这辈子我并没有伤害你。那又怎样？伤害已经造成了。宋之初，实话告诉你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打探你的消息，我知道你在哪，也知道你这几年过得并不好。可嗨嗨，你好狠毒的心肠，可嗨嗨。宋之初颤抖地指着我，眼神开始渐渐涣散。终于，他被我活活气死了。我不由得想，我狠吗？好吧，确实够狠，但我不后悔，再来一次我只会更狠。毕竟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啊。宋之初下葬时，母亲哀痛欲绝，父亲也变得比往日更加沉默。不过没关系，他们会好起来的。痛苦、遗憾、悲伤，这些情绪只要人活着，谁不会有？等到悲伤淡去，他们依然满心满眼的是大哥和我这一双儿女。说起来，我这对亲生爹娘还挺公平的，上一世是我，这一世是宋之初，他们很是公平对待，分别给了我们致命的一击。我也是恨过他们的，然而上一世的经历终究离我太远了。人总要往前看，至少这辈子我没有经历坎坷，我的哥哥也一生顺遂。凭借这些，我愿意与他们和解，但也只是和解了。大哥特地过来开解我，我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要伤心啊？
尽管不明白我为何针对宋九龄和宋之初，可他依然无条件选择了我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探究，我知道他这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恨他们。不过这是秘密，我是不会告诉他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